人为贪财，身先丧，王八骗钱，命早亡。任国奸猾多取巧，美国监狱啃大鸟。我呢是郭文贵命中的克星。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我在可以说是揭露郭文贵方面那是顶流，是吧？那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你要是按流量来算的话，对吧？这个没有人有异议吧？啊，郭文贵这么多年就愣没敢提过我一个字儿。我看有人给我这个留言说不对，什么2018年郭文贵说过一嘴什么，没有啊，没有。因为我作为这个研究郭文贵的专家，如果他提过我的话，我不会错过的，明白吗？他真的是没敢提过我一个字儿。那么现在呢，郭文贵都被判了30年了，他的蚂蚁帮依然不敢提我一个字儿。我到现在我都不太明白这一点知道吗？就是说他郭文贵是不是给这个蚂蚁帮下了这个什么严格的禁令啊？是咋回事啊？当然了有一些杠精，有一些底层的精神病就过来说你算个屁啊，郭文贵根本不知道你。那郭文贵可是把那个砸锅的人都骂了一圈比我小好多的都骂了一圈连蚂蚁帮现在都不敢提我，你说他们不知道我？各位看到了吗？说历史会记住这些靠砸锅而活的博主，五毛之流。看看谁呀？我操，文昭都上榜了这还有谁呀？往下边看了吗？你看一些咱们都不了解不出名的，还有什么那个加拿大的那个牙缝王也上榜了韩梅都已经退隐多时了这基本上半退隐状态了，对吧你看就是不敢提1号的名字各位服吗？好，咱来看看郭文贵在狱中已经是精神崩溃，已经疯掉了郭文贵现在幻想用什么换特赦呢？说昨晚和郭先生有沟通，郭先生了解到战友都在积极传播真相，非常高兴。他要求加大英文宣传，到所有的英文大 V 帖子底下留言，讲事实，为真不破郭先生多次提到 GT 首发亨特拜登笔记本这件事，一定要列好时间线他想幻想着说，我第一个把亨特拜登儿子的硬盘给爆出来的人，要以这个向川普去求特赦。他问题是当年郭文贵怎么说的呀？他今天为什么不在我们身边？很大的一个关系是因为他在2020年前的这个直播 ，sorry 不是直播，大选里面，我们的 GTV 对吧？爆了 Hunter Biden。但是这里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大家有可能不知道 Hunter Biden 肯定知道 Hunter Biden 他的爸爸跟中共国的关系，对不对？从2012年，但是如果大家还记得，其实七哥也说过 Hunter， 对吧？就是那个他的儿子去中共国，而且他在北京。对，如果大家就是注意了，在过去的这个北京盘古的这个。我听到很兴奋的声音哈，这个是好事儿。那其实七哥是见了北京的盘古，他也在北京盘古里面，对不对？也见证了，就是也看到了这个Hunter Biden 来到北京去。刚才这个刚才这电话，七哥给佳佳打电话，我接了一下，对然后这个七哥刚才也问一下，就说。因为他知道我们今天下午会上班农先生节目嘛，对然后他就问这个我们讲的怎么样，都讲了什么，然后我也给他简单说了一下，然后再一个他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事儿，是因为这个是第一次嘛，就是川普总统的律师，然后去这个而且直接把中共国写到这个行政命令草案里边，没错，对吧？这是非常大。他说他旁边 MDC 里有2个人已经这个找他来了说这 Miles 这事太大了，说这个中共这个渗透的事情。所以现在，他是很兴奋。刚才我刚听他的电话，他很兴奋。其实刚才他是想让我这个在这里跟他边聊边说话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一些我们的一些
不要给他造成麻烦，对我们就是这样子。但是把话跟战友带到了，我们今天在讲的很多的东西，他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一点来说，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有谁会去质疑我们说过去的所有的这些？朱德先生说3块硬盘跟这爆料革命没关系啊，但是共产党干的事跟咱没关系，咱永远啊不掺和美国政治，不掺和美国个人恩怨。他有情报吗？毛情报都没有，是吧？提供的嘛都是假的，他天天就在那玩手机，10几个手机来回切换，换着马甲，在他妈天天就他妈弄钱，是吧？在这个聊天室，在那个聊天室，在文贵先生啊，郭先生是我的什么什么，就是啊，不是有个号叫啥啊？后愧郭文贵，后愧郭文贵，对。郭文贵这个嘴呀，连个屁眼子都赶不上啊，对吧？哎，原来的时候说陆泽爆的料，中共给他的硬盘跟我没关系，现在说是我，我要求川普总统的特赦。郭文贵和蚂蚁帮都已经疯掉了。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中国就跟双规一样，先把你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就把你给你说你是啥就是啥，不需要证据，你也没有上诉的机会。你见过中国有上诉成功的吗？是吧？七哥在中国被冠上一个强迫教育罪，在大连法院上不上诉啊？上诉不准，是吧？就不让你上诉了。刘建国就说了，不允许上诉，是吧？罚你130亿美元，就不让你上诉。上诉也是他的决定，有什么用啊？就你没有司法援助，没有监督，没有第三方的公正机构再给你一个程序的正义。那么在美国有什么？在美国，在破产法庭你不满了，你有上诉的权利。虽然昨天还有上一次的开庭，是法庭很多让你上诉的权利给你堵住了，但是没有用的，你还是有上诉的权利。还有很多我们一定会上诉的，我们在昨天之前都做好准备了，如果是昨天这样发生就会上诉我们很多方面会上诉，而且昨天这个判决更加有利于我们有很多的上诉，而且上诉的上诉的各种理由和方式不是一个，很多个，而且涉及到这么多公司都有上诉的理由。如果这个上诉下来的话，一般来讲上诉都是半年6个月，上诉半年给你有结果。我们深信包括在南区的法院的案子，还有这个案子，最终一定会有一个上诉成功的，即使1年2年，我们这个官司可能再打个2、3年吧，这个案子很有可能还要再进行个2年、3年，甚至5年，一定是这结局的，一定是这结局我们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说，兄弟姐妹们，就咱有上诉的权利，他不像在中国就把你摁到监狱去，直接就弄死你了，然后就给你判刑，他不是那回事儿，就是跟你定成什么性，你都有上诉的机会。那么法律呢，就给了你的义务，刚才说你必须听话，给你权利就是让你上诉，给你的权利就是你必须尊重公民的义务情况下，你去可以上诉，上诉不行，你还有申诉。上诉，咱们这个案子几乎没有人觉得我们上诉不成功了，一定会成功，只是哪一个理由下，你比如60B法官说不让你上了，你可以上324，法官说再不让你上，那你就本身你就可以上诉了，你就本身自然而然你就可以上诉。你像这个公寓这个名字让我签过去，是不是让我法官强令我签的字这本身我绝对可以上诉，是吧？还有个让打开这个律师的这个 privilege 保护，那肯定可以上诉，是吧？那肯定的，上诉成功率达到90%，任何一个上诉成功都是可以的，包括那个 Paul Hastings 利益冲突这个事儿和这个 UBS 的事儿，还有这个和史蒂芬问的事儿，还有这个 Joe Low 的事儿，还有和那么多 PAG 的这个 conflict 的，一定会有问题的。我们一定会上诉成功的。郭文贵他嘴里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变成完美的回旋镖这孙子当初污蔑说这个中国不准上诉，没有法律，美国法律公正，结果呢，经过了5、6年的法律公正，最后判了这个孙子30年，每一句话都会打自己的脸的。你知道这帮蚂蚁帮这帮疯子们现在在说什么呢？
说七哥现在就可以出来，可是七哥不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如果不赦免他的姘头王艳平啊，不给他那个认错，宁愿坐牢。到刚刚 Ava 说到这个郭先生关于保释的问题，为什么不是保释，这个叫特赦，pardon 叫特赦，然后就是郭先生您提到了说因为艳萍姐，因为艳萍女士，郭先生其实他原话说的是我要是这样，因为这个特赦里面没有艳萍，然后如果我出来了。你七嫂都饶不了我，我的家人都饶不了我，我就把战友一个人丢在监狱里面，我家人都饶不了我啊。虽然说是就你像我，那我可能我在想这是不是我的红毒呢？因为我也是中国人啊，我想着这个你就先出来，后面的路都就是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嘛。但是其实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就是一个是这个钱，一个是钱。而且不只是战友的钱，有很多的钱。刚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从13亿，我们其实都已经算到20亿了。那肯定不只是战友的钱。那还有一个就是名誉。郭先生说，你特赦，你只是美国特赦，你不是其他国家特赦。你其他国家他还可以再继续因为这件事情来纠缠你，包括你还是会顶着这样的一个罪名。那郭先生要的是新中国联邦，整个我们被不是洗白了，就说的像清白，对，证明我们的清白，然后证明我们的对美国的，包括对中国的价值。我相信郭先生说了，我会让你们知道，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多在监狱里面待的这一段时间，会对新中国联邦，会对中国人有多大的价值。案子输就是我们这场革命的大赢，输得越彻底越是大赢。我们不输怎么抓住他们啊？每次都是判我们赢了，然后呢，人在哪儿呢？黑手在哪儿呢？就没有黑手了吗？是吧？判我们赢就没有黑手了，判我们输黑手就出来了。通过我们的案子找出司法黑手，怎么找出来？那就是我们就得输啊，我们就得受虐呀。你要是很舒服，那些昨天关键人说，你要是很舒服，你的洗币赚钱了，你们都拿着钱了，你们还会来灭共吗？是吧？还有黑手吗？说没有黑手啊，那我们也不用灭共了。就是我们被虐待，我们的案子输，这就是对的，这就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我们的目标达到了呀，就是得输呀。你这才判30年呢，你应该再多判点。角色到底是什么啊？你看他的履历，你要有一定经验的人，社会经验人，你一看他那个王艳萍的履历，你马上就知道王艳萍是什么人啊，是王艳萍是干什么的。但是为什么郭文贵就这么信任他啊？为什么他最后还把自己也给折进去了，对不对？还给自己弄了个10年，这个我就理解不了了。也许我党交代的任务就是说，你要杀神成人，对不对？你的任务就是不成功变成人啊！我宁肯舍弃自己，我也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对不对？王艳萍要是中共安插在郭文贵身边的特务，那郭文贵是怎么活到被抓的？难道灭口比收买美国司法把他送进监狱还要难，成本还要大？王艳萍先是抛夫弃子跟着郭文贵，后又舍弃几个亲生的代孕崽子去坐10年牢，有这样的特务吗？大家都看出来了吧？这个蚂蚁帮啊，都是一群疯的无药可救的这种大傻子啊！但是呢，这个那几个表面上的大蚂蚁，那不一定是傻子，他们是骗子。我7、8年前就给郭文贵定性了，我说这是一个疯子领着一群小骗子忽悠了一群大傻子，精神病，他就是一个邪教。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